嗨，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拥抱心理。首先呢，让我们再度邀请盛峰心理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盛峰心理师其实这个题目啊，我觉得就非常的，在爱情中一定都会有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心情。对，就是都是我在做，都是我在付出，没错，不开心，然后不平衡，没错。不过听盛峰心理师跟我分享的是，这个对于高敏感人来说是一个很常会有的困扰。没错。为什么？因为高敏感人呢，特别容易知道别人的期待跟需求。你说看眼神啊，或者是从各方面我们去感觉的，所以其实高敏感的人很会做人，可是就忘了要做自己。所以当我们在爱情里面，我们可能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愿意付出，可是当我们忽略掉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付出到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耗竭之后会生气吗？会啊，当然咯，你心理不平衡啊，能量枯竭，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做？你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吗？有啊，可以分享，就是比方说好了，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然后永远家事都是某一个人在做，然后做到后来呢，他就觉得非常爆炸，因为对方就是说然后但是就没有做嘛，这种也算是一种付出，对不对？那很大一个重点，那我跟他说，那你也可以先不要做啊，对不对？对啊，你可以先不要做，你可以先不要做。他如果真的受不了了，他会自己收拾嘛。对。那测试看看，但往往呢，他撑不到那时候，他自己看不下去，又捡起来做。那有趣的就是，那这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力，造成我们倾向去控制不住的付出？这个背后有这么复杂的心理动力吗？因为这个场景几乎在每一个每一个关系里面都可能有上演过，但其实是有的，的确是有的，或者是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课题或这个困扰啊，或者是他没有很严重，当然就是念一念，当然还是就过去了嘛。但是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过头去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结果呢？我们就探索了自己的一些成长过程，就发现原来他小时候啊，就是一个比较被忽略的那个小孩。爸爸妈妈呢，就常常就是工作啊，忽略掉他，所以他很渴望得到爸爸妈妈的那个爱，所以他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爸爸妈妈回来就称赞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他如果没有去做，他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担心，就是这个家可能爸爸妈妈就不会称赞我了，或是爸爸妈妈我要用这样的努力做，让爸爸妈妈跟我产生关系连结。那这样的过程，他理解了，或是有浮上意识层面，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了，他可以去修复过去的自己。意思是说，其实搞不好在探索的过程里面，每个人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没错。但是你至少可以，就是说，当真的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原本那个你觉得超级讨厌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超级讨厌，但可能有的时候是真的跟这个人有一些关系，但也有一些可能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很多啊，就是在刚才这个问题的背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是需要更深入了解每一个人的过去成长历程的。但是呢，以经验来说，总归呢，我觉得大概会不出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怕我没有这样付出，我得不到爱。怕我OK，或是得不到支持，或失去连结，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渴求。那我们在渴求的背后，其实看见的就是内在有这样的匮乏感。对吗？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内在的匮乏去处理咯。如果说当我们内在的匮乏处理好了，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较理智的活在当下，跟对方去讨论一些细节，而不会往往就在这样很多的情绪里面，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盛峰心理师真的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很重要的，应该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很多人在相处的时候啊，如果就像用刚刚的例子那都是我在做啊，你怎么都不做，那我们就去制定
就去制定家庭规则。对。可是的确，有些人有一些关系，的确制定规则之后，其实就搞不好就可以顺哦。可是其实的确也会遇到的是，制定完规则以后，每个人对规则的执行度或速度，其实真的不一样。的确。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有的时候真的要回到自己啊，因为你搞不好规则两个人执行度不一样嘛，没错，然后一定也会有感觉。那当这种状况发生之后，回到自己又可以再做什么样的调整呢？所以回到自己啊，我刚才有说嘛，我们可能过度付出的背后是渴望得到那个爱跟支持，或是那个连结的。所以有些人呢，我们会卡在一种价值观里面，就是我要得到之前，我一定要先付出，对不对？其实多数都是这样说啊，多数都是这样说啊，对不对？要回报你一定要先有付出嘛。可是呢，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样，你有没有能够直接表达你的需求？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说，我需要你更多的爱跟支持。那有一次我跟个案讨论完啊。然后呢，我就说，那接下来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表达你自己？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是再做更多一点。然后当下快跌到椅子下面，但观念还是说我要再做更多，以得到他的回报。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我觉得可以断开。你想要得到，你就直接讲；付出，你也是基于你真心爱他而付出。很多人在付出的背后是想要怎么样得到爱，那是隐晦的企图，或者是说我想要我这么做，其实我这么做的下面其实是带有强烈期待的，没错，就是因为我对你付出嘛，我也觉得我这样对你，你也应该要回报给我，没错，所以这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人都是有感觉的。你以为对方感觉不到你隐晦的企图，但其实对方感觉到。特别是在高敏感人身上特别感觉到，他往往呢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鼓励他或赞美他或是爱他的时候加了一些但书，他会对那些但书非常的痛恨。你是说你好棒哦，因为你考了100分？也不是，就说我给你零用钱，那你周末不可以出去玩哦，这种限制包在他给予的爱里面。所以他就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了。那特别对于高敏感的小孩，特别会觉察到这种意图，或背后的企图。那其实他就会慢慢的对于爱的接收就开始抗拒了。对啊，因为你给我东西，你后面都有一些特别的，都有一些要求啊。对啊，所以我们如何去疗愈自己，就是分开这个得到跟付出，我们想要得到，我们就直接表达，我们真心付出，我们就付出，没有把它就是捆绑在一起。这个有可以怎么练习吗？或者是有没有自我调整的方法？这个的练习啊，就是要常常觉察你自己的内心，就是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强化这个部分。你可以再更加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关心的感受里面，再多讲一点。这是一种感觉，就是呢，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很多人在付出的时候就一边做一边念，对不对？你又没有收然后又做，我要帮你洗衣服。那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纠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对，你看我是这么有爱的人，我又为这个家做了这些，代表我是很有爱的。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那个贡献跟爱的感受上，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哪边的能量就会被滋养。所以你一边做，你一边念，其实你散发出来的，你也没有真的有正面的能量传递给对方。你的意思是说啊，用我举例子哈，我要帮我们家的，就帮我的伴侣收衣服的时候，如果我说你又乱丢啊，我又拿起来，然后我又要去洗碗，然后我都在碎念这个，我的专注力是在
负面情绪，对，不开心的感觉，负面情绪，以及我又付出了，对这个部分，所以整个过程你也没有散发出贡献跟付出跟正面能量啊，那对方也不会感觉到，所以你都做很多做很多白工，表面有付出，但没有实质扎实能量的传递。可是如果意思是当我在说就是我的确有注意到他的衣服，所以这很难呢，讲不出口。就把专注力放在你可以贡献的上面的那个爱里头，我带着爱去做这些事情，很像是在说，我对我们的关系是很在意的，对，或者是其实我也看到他我也想到他为我做了什么，然后所以我也有一种感谢的感觉，然后我就去关注这个感觉，然后去收衣服，没错，的确不容易，很难，但是可以透过练习慢慢去调整，因为专注力跟注意力是可以被练习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付出的这个层次上去思考，就是我们认为的付出是什么？就是我给别人东西嘛，对不对？对啊。但是你想想哦，一个小婴儿啊，他生下来他哇哇大哭，他什么都没做，你觉得他有在付出吗？我觉得有啊，他可能让他的爸爸妈妈感受到，我有一个孩子，我有一个家的感觉，对，或者是我的孩子在哭，他表达了他对我的需求，所以呢，一个小朋友他的能量是很高的，他的存在就已经是在付出了，所以你不需要靠劳力一直做，一直做，一直索取，一直索取。去得到，你可以学习如何让你自己回到高能量状态，也就是回过头来去充实你自己，去成长你自己，让你自己学习如何在每时每刻心情是稳定的，然后让你自己呢不断的去找到你人生的兴趣。很多人他们被卡在家庭里面，那我会鼓励他去做一些他有兴趣的事情，为他自己做，他内在的能量跟开心的这个程度慢慢提升的时候啊，他不需要做那么多，他那个状态就已经是在为这个家付出了，而他的身边的人也会因着他这样子的频率改变，然后呢，就是对他有一些不错的回应。这很像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鼓励那个一辈子为家奉献的妈妈，真的，你也要出去唱歌啊，没错，你也要出去跟朋友学插花啊，是的道理。原来这么重要。的确，因为他其实去照顾自己的时候，也是一种付出。没错，滋养自己本身也是一种付出。你高能量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就是一种付出了。所以你看那些很厉害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是静坐，静坐的状态，他让自己处在很高频的状态，他对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深的付出。这是我们需要了解付出的层次上的这种概念。我觉得这就会让我想到啊，很多我们这一辈，很多就会想要跟爸爸妈妈说，其实你们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爱我们的表现。我只要看到你过得好好的，对，我就觉得很棒。没错，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啊，没错。哇，我觉得这一集生风心理师你翻转了这个我付出好多但很不平衡的一个难题耶，而且这个难题其实说真的不是只有出现在爱情里面，这个难题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关系里面。可是你今天为这个难题，或者是我觉得我回家也可以练习这个很困难、不容易的练习，就是要把感觉去关注我的这个付出的心意，对，而不是去关注在这个我又收了他的内裤我又收了他的袜子。因为每时每刻你的专注力在哪，就会决定你的能量的频率在哪里。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盛峰心理师来分享这个。其实，在我觉得我几乎在任何人际关系里面都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哈，就是一个关于付出，然后怎么没有得到回报的困扰。我真的觉得这一集，谢谢盛峰心理师为我们翻转了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感觉他从一个困境变成一个我可以自己去自我觉察或自我关照的一个方向，真是太棒了。我们也期待下礼拜五晚上可以再度看到你。OK， 拜拜，拜拜。